社会越发展，服务业就越繁荣，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而服务业的繁荣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，还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。当然，在众多的服务行业中，也存在一些违背社会道德或者挑战法律底线的行为，比如伴游这个行业。听起来很像是一种高级旅游服务，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些不便向外人言说的猫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眼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什么是伴游？顾名思义，就是陪同旅游、陪同游玩，介绍某个景点的相关背景知识。它跟导游的性质不同，都是1对1贴身服务。如果一个男的点了一个女伴游，那么相当于他在旅行当中多了一个临时的女朋友。现在只要在搜索引擎上搜索私人伴游或者是伴游，就会跳转出非常多的相关网站。从表面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，如果你仔细的去品他们的简介的话，就会发现有一股很不一样的味道，基本全是美女照片，并且那身材个顶个的好看。不少美女的介绍中都带有暧昧暗示性的话语，甚至有些伴游还备注了可提供多种选择，可根据对方要求商议。而标注的服务价格一天动辄几千甚至万元，什么样的伴游这么贵？按照资料的联系方式，记者拨通一位伴游者的电话，对方称贵是因为白天陪玩，晚上还要陪睡。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，有些伴游女孩会在网站上介绍自己是在校大学生，还有人声称自己是白领、模特等身份。按照一家伴游网站上的伴游信息，记者联系到一个自称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孩，女孩称伴游费一次3000元，并直接把记者约到了她的住址。在位于北三环附近的一座出租屋内，记者见到一位伴游女孩，但她本人的长相与网上所留照片并不一致。女孩称自己是利用课余时间做伴游的，主要是想挣钱交学费和贴补家用。除了自称学生、白领的伴游，还有很多自称是模特、网络红人的女孩。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大量衣着暴露、搔首弄姿的照片，并配有一些挑逗性的留言。侦破过此类案件的孙警官透露，这些为了提高身价的女孩会花钱在网上把自己包装一番，实际上她们多数只是很普通的无业女孩，不仅要包装身份，还要包装容貌和身体。一些人为美化形象，还会去整容整形，不惜重金远赴韩国，把自己包装好了，身价也就上去了，收入自然不菲。孙警官说，有些伴游女一天就能收入2-3万元现金。如果说伴游是年轻人出卖身体的话，那陪床保姆会让你再次大开眼界。陪床保姆不同于普通的保姆，他们不仅提供家政服务，还提供生理服务。照料对象一般都是老人家。有记者前去家政公司暗访，表示想为家里70多岁的老人找一个保姆。家政公司负责人说，一般的保姆服务也就是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，每个月3000块出头。但如果每个月加1000块，就可以为老人提供贴身服务，白天做饭，晚上陪睡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，就是老头怎么开心怎么来，就像做老伴儿一样。当伴床保姆的一般都是40-50岁的中年妇女，来自周边的农村。这些保姆甚至都是单身离异，家里孩子也不管他们，他们丝毫不在意做的是什么事，只抱着赚钱的态度。令人惊异的是，很多子女竟然也默许陪床保姆的存在。他们认为反正自己不在老人身边，为老人找个伴儿就算尽了孝心。而伴床保姆真正映射出来的是老年生存状态中的几大难题：老年空巢、老年再婚难、长期生理困境。人们往往只是把伴床保姆乱象当猎奇新闻看，在困境中挣扎的千万老年人却无人关心。事实上，老年人的生理需求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社会问题。美国杜克大学对66到71岁老人的调查发现，对性有兴趣的男性为90%，女性为50%。专家金赛的研究指出，94%的男性和84%的女性过了60岁仍有夫妻行为。即使年纪大了，他们也有渴望，更有权利去享受性的美好。这不叫老龄亡，也不是不知廉耻，但在我们的社会中，对这一点讳莫如深。
我们总是认为老人应该是慈眉善目的、和蔼可亲的，却往往忽略了他们也有生而为人最原始的欲望。这就造成了很多老年人都处于压抑状态，也是陪床保姆出现的一大原因。当压抑与欲望同时存在，想想看会带来什么？是失控与混乱。在滁州，一位73岁的老人找小姐被抓，现场还有另一位67岁老人在排队等候。在温州苍南，警方捣毁一处设在养猪场里的风俗窝点，现场抓获6个风俗女和3名男人，其中年龄最大的是75岁。老年人到又脏又臭的猪圈买春，其需求的迫切无需赘言。在一些公园或树林的僻静处，很多40、50岁的妇女专为老年人提供服务，一到入夜时分，生意便络绎不绝。在新闻的纪实频道里，有一则故事让猫爷印象深刻。一位老人家常常到烟花巷子里买春，屡教不改，让社区民警头疼不已。他的邻居和家人都对他心生厌烦，反倒是常常接待他的小姐表示同情。他说，老人早就失去了大部分功能，每次过来只是抱着他聊聊天。因为老人的子女总是不在身边，老伴儿又早早离世，有时过年过节都是一个人，反倒是常被光顾的小姐还能耐心地听他唠叨几句。陈小南主持的节目《和陌生人说话》有一期聚焦在了北京的昌蒲河公园，那里是老年人的相亲角。与年轻人的相亲不同，老年人的相亲常常直奔主题，遇上心仪的对象，说几句好听的情话，讲几个黄段子逗逗乐，有感觉就继续往下发展，没感觉就再找下一个。一位姓胡的大爷就在那儿找过多个对象，还骄傲地说自己能一天4次。但当问到频繁相亲的原因时，他相当悲凉地说道，你不知道一个人多孤独寂寞，在这屋里一待着，电视一宿一宿的开，成宿灯全开着，经常开着电视睡着，倒不是害怕，不是一个人烦吗？天天这样，4、5点钟醒了，电视还开着呢，没关。当一个老人离群索居，失去了人间的温暖，失去了对未来的期盼，他还剩下什么呢？似乎只有最原始的欲求了。生理的需要总是很容易解决，内心的空洞要怎么填补？有数据显示，2000至2010 10年间，中国城镇空巢老人比例由42%上升到54%，农村由37.9%升到45.6%。2013年，中国空巢老人人口超过1亿。也许真正侵蚀并折磨着老人的不是欲望，而是孤独。我常常觉得，年轻人挂在嘴边的孤独其实都是小儿科，因为我们还有数不清的明天和无限可能的未来。但老年人呢？当你一眼能够望见生命尽头的时候，孤独成了一件尤其可怕的事情。最极端的结局莫过于一个人死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无人知晓，直到发出难闻的气味。这种可怖的景象已经在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出现。在日本，每年有3万人孤零零地死在家中，这种现象被称作孤独死。由此还诞生了一种新兴行业——特殊清洁公司，员工被称为孤独死清洁员。在住宅管理员或死者亲属的委托下，清洁员穿着防护服，带着呼吸器具，负责收拾房间、整理遗物、清扫消毒。其中一个案例，当清洁员到达时，死者已朽成一具骷髅。死者62岁，行动不便，没有工作，家里的水电和煤气都已经停了很多年。由于老人长期独处，在社区毫无存在感，连管理员都介绍见过他。死后2个月，还是邻居闻到了臭味，才最终被发现。最令人心酸的是，老人还写过一张纸条：“管理员，请救救我吧。”但这句绝望的呼喊，最终还是没有传出他死去的房间。这样的困境就存在于我们身边，甚至我们的亲人身上。它无处不在，却不是无法避免。如果我们能多给予老人一些关心、一些爱，陪他们聊聊天、唠唠家常、打打麻将、看看剧，我想他们就已经很满足。毕竟在人之间才叫人间呐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还知道哪些特殊的职业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